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喜悦地球频道。您是否还记得《魔戒》这部电影？遥远的中土世界有个矮人王国叫 Moria， 您还记得它最终灭亡的原因吗？没错，矮人专精开采无数的宝石与金属，但随着他们越挖越深，最后唤醒了古老的恶魔，也就是炎魔，招致了整个矮人王国最后的灭亡。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能源的消耗跟矿石的开采的一个古老的议题。人类的社会离不开用电，而发电的过程需要消耗以及开采各式各样的矿石，消耗的速度可能远超过您我的想象哦。您要不要先猜猜看，哪一种发电方式耗用最多的矿石呢？是火力发电、天然气还是核能？根据 Our World in Data 网站提供的资料，火力发电所需要的煤矿消耗最多的矿石开采，天然气其次，耗能最少的则是核能。煤矿所需要的开采量是核能的87倍，而天然气则是核能的 8.9 倍。那洁净能源的矿石使用量呢？就像矮人们为了挖掘珍贵的秘银，持续的探入地底一样，人类的社会为了发展洁净的能源，也需要挖掘金属矿物来支持。在低碳发电的技术当中，风电所需要开采的矿石是最多的，其次是太阳能，再来才是核能。风力涡轮机需要钢铁，而太阳能板需要锡、银以及镍，而核能则依赖于稀有的铀矿。然而，矮人并不是唯一面临废石问题的族群。由于金属通常以低浓度存在于矿石或岩石当中，开采金属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废石。为了提取发展再生能源所需要的金属，人类仍然需要大量的挖掘原石。在低碳发电技术当中，风电所需的开采矿石资源最高，其次是太阳能，再来是核能。如同矮人提取秘银需要挖掘大量的岩石，在我们的世界中，提取每1公斤的银也需要挖掘22000公斤左右的岩石。不过，相比之下，低碳发电技术所需的金属虽然不少，但仍远比化石燃料的采矿足迹来得小。矮人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挖掘太深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矮人太过贪婪，因为挖掘太深而唤醒了炎魔，最终灭亡了王国。同样的，依赖化石燃料的开采也在毁坏我们的地球。我们正在无止境的挖掘以及浪费地球的矿石能源。不同种类的矿石资源，例如石油、天然气、煤炭、金属等等的储量跟消耗速度各不相同。全球已知的石油储量大约可以支持50年左右，全球天然气的储量大约可持续50到60年左右，而某些稀有金属可能在20到30年之内就达到了供需的一个瓶颈。如果没有技术的突破，人类或许在100年之内就会消耗殆尽这些矿石能源了。这些事情看似很遥远，但其实每天都在发生。我们人类需要寻找出更加负责任的采矿方式，也需要提高资源的回收率，找到更加可持续的方式来管理我们的能源需求。未来就在我们的手中，无论是中土世界还是现实世界，我们的选择将决定地球的命运。矮人们已经明白过度开采将带来危险，那么你呢？加入我们，了解更多关于低碳技术的讯息，一起为地球的未来努力吧。
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减少资源的开采，打造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未来。